Hello，大家好，我们的频道回来了。自从4月11号影片被 YouTube 警告下架以后，中间我们就先暂停拍摄，直到昨晚，也就是4月18号，我们的申诉终于成功了，影片救回来了，非常的开心，又可以继续拍影片给大家看了。在中间停止拍摄的这段时间，我还是有持续的进行挑战。我在4月11号到18号这段时间，总共打了10场6600的限时锦标赛，非常的顺利。在昨天打完，我们的资金累积到12万，我们可以尝试升级到11000了。我会在这集的片尾附上这段时间的 PokerFans 记录，每个月结束也会把一整个月的 PokerFans 画面录影并放在我的 IG 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追踪我的 IG。那今天是4月19号，也是我们这个资金挑战第一次打11000的这个级别。说真的有点紧张，毕竟我们的资金是从3400一路慢慢累积上来的。我非常珍惜我的扑克资金。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来看今天的手牌吧。第一手牌盲注级别3600，起始筹码150万 ，Button Raise 15000。我在小盲看到了 AKO 3倍到65000 ，Button 选择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56A 两张方块。我在这边选择下了一个小注4万 ，Button 选择跟注。转牌来了方块5。那这张牌让前门花到了，我的手牌一张方块都没有，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Button 下了一个小注6万，我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红心9。我这边保持行动线，一样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Button 想了一段时间以后，下了一个小注12万。那现在底池已经33万了，面对 Button 这个12万的小注，我觉得这边好像除了跟注，没有其他的选项了。第一个，我们这边不可能 raise 回去。那面对一个小注，弃牌会不会盖太多了呢？他这边其实还是有可能有 AQ 的，然后想要 value 我们的 KKQQ 这样子，然后再加上方块 A 在台面上，所以它有同花的组合会少很多。在思考一段时间以后呢，最后我选择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Button 秀了一个17方块，那我觉得这手牌我们已经少输很多了。第二手牌我在 Cut Off 看到了85同花 Raise 到2万，Button 跟注，行动来到小盲，他这边 Squeeze 到9万，那我觉得他这个 Squeeze 有点偏小。因为我们现在起始筹码是250BB，面对这个比较小的 squeeze， 我这边做了一个比较松的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 ，Button 也选择跟注，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66A 两张红心。那这个翻牌对我们的手牌还可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同花听牌，小盲在27万的底池下注了10万，那这个面完全是 Prefer Racer 的面，我这边即便有6也不会 raise 它，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 ，Button 弃牌。我们两家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方块10，小盲这边过牌了。那由于这张转牌让后门花也来了，所以现在是有前后门花。我觉得小盲如果有 A 的话，这个转牌应该不会过牌。那我觉得小盲的牌会不会是 KKQQ 这样的牌？所以我这边尝试下了一个小注偷偷看，我在47万的底池下注了12万5。小盲想了一段时间后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梅花 K， 小盲一样选择过牌。说实在，这张 K 也蛮击中小盲的范围的。我们现在如果要 bluff 的话，大概也只能打盖他的 QQJJ。那我觉得这边过牌放弃，或者尝试用一个小注偷偷看，我觉得都可以。我想了一下，最后决定下一个小注来尝试偷偷看。我在72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5万，希望他的手牌是 QQJJ， 然后最后会弃牌给我们。在我下注了以后呢，小盲没有想很久就选择跟注了。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小盲开了一个 AK 黑桃，有点令我感到意外的一个手牌。那我们输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 Cut Off 看到64同花 Raise 到2万，大盲选择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的 Q7K 两张黑桃。那这个翻牌对我们整体的 range 非常好，对我们的手牌也很好。我们现在有一个同花听牌，我这边选择下了一个小注1万5，大盲选择跟注，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的红心 A。大盲过牌了以后呢，我觉得这张牌还蛮适合开第二枪的，因为大盲这位玩家我有跟他打过，他如果手牌是 AQ、AK 甚至更大的牌，翻钱都会3倍我们。KQ 的话或许会，或许不会，但是 KQ 翻牌应该会 check raise 我们，所以这个转牌它几乎没有什么大牌。那我觉得这个转牌还蛮适合超持下注的。
所以我在7.3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8.5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大盲很快就弃牌了，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一路盖到小盲 raise 到2万，我在大盲看到了16同花，选择跟住防守。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Q60 2张梅花，那这个翻牌非常好，我们击中了一个底两对。小盲在4万的底池下注了2.5万，那我觉得底两对在一个停牌很多的翻牌上，我比较不喜欢慢打，因为底两对是蛮脆弱的，所以我这边想了一下 raise 到7.5万，小盲这边没有想很久就选择跟住了。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的梅花 J， 那这张牌对我们的手牌很不好。第一个前门花到了，第二个这边会产生很多新的两对，就算小盲还是一对，这边也很容易有一对代买双头顺，一对代买 Gasha 之类的，甚至人家已经同花好了。所以在小盲过牌了以后呢，我这边也选择过牌。合牌来了一张梅花 A， 那这张牌几乎可以是最差的一张牌了。现在一张梅花就成为同花了，然后一张 K 就成为顺子了。小盲在19万的底池下注了15万，那我觉得我们这边除了弃牌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了，所以我选择放弃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盲出级别4000、8000，由于上一手结束我的筹码量低于100BB，所以我有去 add on。low 券 raise 到2.5万，我在 button 看到了 A10 同花 3 倍到8万，low 券选择跟住，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72J， 3张都是红心，我们直接击中天同花。那如果我这边只有单张的红心 A、红心 K 这种牌，我也是会下一个小注，所以我的天同花也是下了一个小注5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low 券想了一下就跟住，我们继续看到转牌，转牌来了红心 K， 在我还没动作的时候呢 ，low 券突然跳出来打了一个12.5万，那我已经拿了红心 A 跟红心10了，所以他这边要不就是有红心 Q， 要不然就是一个 bluff， 那我觉得这边不需要 raise 他，因为 raise 他只会把他的 bluff 都赶走，所以我这边选择跟住。合牌来了梅花2，low 券这边过牌了，那他的手牌要不是什么都没有，要不然就是有一张红心，然后很有可能是红心 Q，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下大一点的注去瞄准他的红心 Q。我想了一下，最后我在52万的底池下注了35万，很可惜 low 券很快就弃牌了，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 High 券看到了 AQO raise 到2.5万。Button 这边3倍到9万，那 Button 这位玩家他在这一场比赛3倍频率我觉得有点高，所以我这边选择4倍到27.5万。在我4倍了以后呢 ，Button 想了一段时间后选择跟住，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QAQ Rainbow， 那这整个是梦幻翻牌，我在这边下了一个很小的注15万 ，Button 没有想很久就选择跟住了，转牌来了方块8。这是一张 blank， 我看了一下 button 的后手，大概还有100万左右的筹码，所以我想了一下以后呢，我在86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30万。button 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还是选择跟住，我们继续看到合牌，合牌来了方块 K， 那现在底池已经140万了 ，button 的后手大概还有70几万，我 cover 它，所以我在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直接推出了 all in，button 这边很快就跟住了，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 ，button 这边也开了一个 AQ 梅花，那我们是空欢喜了一场，平分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 UTG Limp 1万，我在 button 看到69同花 raise 到4万，结果小盲在这边3倍到15万。那小盲这位玩家是我之前在3.2万常遇到的玩家，他打得很紧实，我想我有位置，对他的了解还蛮足够的，所以做个比较松的跟注。UTG 弃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5J8 Rainbow。小盲在这边下了一个15万的注，那我现在有一个 Gasha 带后门花，所以我这边选择 Flow 跟注一发。转牌来了梅花2，那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这边的手牌很有可能是 Too High Card， 所以我这边也不用下很大，我在62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0万。在我下注了以后呢，小盲没有想很久就选择弃牌了，那我们成功偷下了这个底池。
下一手牌我在 UT 区看到了19同花 raise 到3万，Hijack 这边 3 倍到105000，我这边选择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 18J Rainbow， 那这个翻牌对我们的手牌还不错，我们现在有一个中对带双头顺，还有一个后门花，Hijack 这边下注了一个重注15万。我看了一下他的后手，大概还有50-60万。如果我这边只是一个单纯的听牌，那我这边可能直接推他了，因为他这个注还是会有一些 AKAQ 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手牌是有 showdown value 的，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转牌来了红心4。这是一张 blank， 在我过牌了以后呢 ，Hijack 这边直接 all in 他后手的56万7，如果对上他的 AAKK， 我们需要的胜率其实也差不多足够了。那如果他这个 all in 的范围有一些听牌的话，例如说 AKAQ， 还是多了后门花的 A5 红心之类的，所以以这个底池赔率来说，我必须要去了。最后我选择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对手打开了 AA， 那其实我们这边胜率不会很差。那我们来看这个跑马吧，很可惜，我们最后并没有跑赢，输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 UTG Hijack Limp 1万，我在小盲看到了4-5同花，也选择跟注补齐。大盲过牌，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4K5，两张梅花。我们在这边击中了一个底两对，我这边计划做 check raise， 所以我选择过牌。后面的 UTG 在4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5000 Hijack 弃牌。UTG 在翻前是 Limp 1万的，我的手上又拿了45，阻拦到他的44跟55，所以我觉得我这边是领先他的范围的。但是由于底两队非常的脆弱，我这边选择 check raise 到5万，大盲弃牌。UTG 想了一下，选择跟注，我们两家一起看到转牌，转牌来了黑桃 J， 我在14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0万。UTG 想了一下，还是选择跟注，合牌来了方块 K， 这是一张非常不好的牌。我们的两队被跌掉了，那我们这边没有下注的理由，我们下注只会被比我们大的牌跟注，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 ，UTG 这边下了一个满池35万。那面对这个满池，我想我们这边不太能跟注的。当然，他这边还是有可能有一些买花 miss 的，但是这位玩家，我之前看他合牌的重注几乎都是 nuts， 所以我这边选择放弃了这个底池。下一手牌我在 Hijack 看到55 raise 到3万 button 跟注，行动来到大盲，他这边 squeeze 到15万。那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这边如果跟注的话 ，button 这位玩家很有可能也跟注，那我们的55隐含赔率就还蛮好的，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 ，button 也跟注，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翻牌来了793两张方块。大盲在45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小注13万，那我觉得面对一个小注，我们的手牌现在有一些后门花、后门顺的可能性，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在我跟注了以后呢，button 这边 raise 到55万，大盲这边想了一段时间以后选择弃牌，那我们这边也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只能选择弃牌了。随着这手牌的结束，今天的比赛也告一段落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成绩，我们今天在市政华人参加一场1万1的限时锦标赛，中间有 add on 一次，结算奖金是6500。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挑战1万1这个级别，但是没有打得很好，明天又必须要降级回去打6600了。不过没有关系，6600我们也是被打趴3次才站稳的，我们多试几次总会成功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这里是 Panda Poker， 我们下次见。